为何心慈者步步难行，果决者步步生莲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出身草莽的朱元璋能从放牛娃逆袭成开国帝王，而手握重兵的陈友谅却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？为什么隐忍半生的勾践能卧薪尝胆终灭吴，而意气风发的夫差却落得自刎姑苏的结局？世人总爱将此归为天命，归为运气，可真相从来都藏在人心与谋略里。翻开历史长卷，关照身边现实，你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真相：但凡能在乱世中崛起，在棋局中制胜，在人生里站稳脚跟的人，骨子里都藏着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思维模式。这不是单纯的聪明，不是盲目的善良，更不是虚伪的仁义，而是鬼谷子早在2000年前就道破的枭雄思维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层生存法则：为何心慈者步步难行，果决者步步生莲？为何越是懂得立规矩、守底线、敢出手的人，越能在世间站稳脚跟？你是否也曾兢兢业业、以诚待人，却屡屡被人算计，步步退让，最后活成了别人眼中的软柿子？你是否也曾掏心掏肺、重情重义，却遭遇背叛与辜负，深夜里独自咽下委屈？你以为的处世天规是善有善报，吃亏是福，可现实的天规从来都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这世间的温情脉脉，往往是给弱者编织的枷锁，唯有撕开这层面纱，看清最真实的生存逻辑，才能跳出任人宰割的困境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就是先走出善良的陷阱。从小到大，我们被教育要做个好人，要诚实，要忍让，要懂得包容。可当我们历经职场的倾轧、人情的凉薄、利益的纷争后，才会发现，毫无底线的善良从来都不是美德，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。鬼谷子在谋篇中言：圣人谋之于阴，故曰神；成之于阳，故曰明。真正的高手从不会将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，他们的谋划藏于暗处，唯有事成之时，才会显露在阳光之下。而枭雄思维的第一条铁律，就是拒绝裸奔式的善良。你之所以屡屡受伤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把自己的软弱、底牌、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。你以为这是真诚，可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，这就是可乘之机。就像一只毫无防备的羔羊，在狼群中展露肥美，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。成大事者的狠，从来都不是先对别人，而是先对自己，对自己的情绪做切割，对自己的软肋做设防。你看曹操成功背叛张邈反水，连心腹发小许攸都在他面前恃功自傲，口出狂言，他心中岂能无怒？可他从不会像普通人一样当场发飙，更不会怨天尤人。面对许攸，他能光着脚出门相迎，笑脸相迎，哪怕心中早已动了杀机，面上依旧春风和煦。这就是枭雄的修为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好恶不言于表。情绪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软肋，而是他们的工具。倘若你别人夸两句就飘飘然，骂两句就跳脚，被情绪牵着鼻子走，那你的人生注定只能做别人的棋子，因为你的遥控器永远握在别人手里。真正拥有枭雄思维的人，早已戒掉了情绪这种廉价的奢侈品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没有无缘无故的喜，也没有毫无意义的怒，凡事只看一个核心：这件事对我是否有利。为了目标，他们可以像菩萨一样低眉，包容一切，也可以像金刚一样怒目杀伐果断。
他们能放下所谓的自尊心，能撕碎虚无的面子，因为在他们心中，手段永远为目的服务，从不会本末倒置，走出善良的陷阱。接下来我们要读懂的是手段与地位的辩证关系。这里的狠从来不是让你违法乱纪、不择手段，而是一种打破世俗道德绑架，敢于捍卫自身利益的决断力，是一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魄力。鬼谷子的天规中最核心的便是百合之术，该张开时张开，该闭合时闭合，张弛有度，方为王道。普通人的处事逻辑永远是我不能得罪人，我要让所有人都喜欢我，于是处处讨好，事事迁就，最后活成了谁都能使唤的老好人。可现实是，老好人永远是干活最多、拿钱最少、背锅最快的那一个。而枭雄的处事逻辑从来都是我不需要你喜欢我，我只需要你要么怕我，要么离不开我。你细想，在单位里、家族中，说话最有分量的，从来都不是那个天天笑嘻嘻、无底线包容的人，而是那个让人捉摸不透、自带威慑力的人。这份威慑力并非来自凶神恶煞的外表，而是来自敢于掀桌子的底气，来自清晰的边界感。人性的本质本就是欺软怕硬，你退一步，对方不会觉得你大度，只会觉得你软弱可欺，进而得寸进尺。你忍一次，对方不会懂得珍惜，只会觉得你毫无底线，进而变本加厉。拥有枭雄思维的人，从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让半分，他们会在第一次受到冒犯时就亮出自己的獠牙，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份代价可能是一次公开的反击，可能是一次不动声色的布局，也可能是一次彻底的决裂。这份狠看似无情，实则是最清醒的自我保护，更是在建立属于自己的规则。古往今来，但凡能坐稳江山的帝王，哪一个不是杀伐果断？李世民玄武门之变，杀兄逼父，手段不可谓不狠，可正是这份果决，让他开创了贞观之治，迎来万国来朝。倘若他当初心慈手软，犹豫不决，那历史上便不会有唐太宗，只会多一具玄武门前的冰冷尸体。世人总说菩萨心肠，金刚手段，却忘了后半句，没有金刚手段，何来菩萨心肠？如果你手里没有剑，你的善良就毫无意义，不过是任人拿捏的软肋。唯有当你拥有随时可以掀翻桌子的能力，你才能稳稳地坐在桌子旁，和别人心平气和地谈笑风生。手段从来都是你立足世间的铠甲，没有铠甲的保护，再柔软的内心，最终都会被现实撞得粉碎。看透了手段与地位的关系，我们还要戳破最后一层真相：利益与人性的底层逻辑。很多老实人混得不好，不是因为能力不行，而是因为太迷信感情，太相信真心换真心。他们总觉得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就应该对我推心置腹；我为你两肋插刀，你就应该为我赴汤蹈火。可鬼谷子在反应篇中早已点破度权量能，笑其技巧短长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本质上从来都是价值的交换，感情不过是价值的附属品。你要明白一个最残酷的现实，这世间除了父母，甚至有时候连父母都算在内，没有几个人会真心希望你过得比他好。大多数人对你的祝福都带着一丝不希望你太好的私心，见不得你好才是人性最真实的模样。当你看清这一点，你就拥有了枭雄的视角，不谈感情，只谈人性，不问真心，只看价值。
人性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。刘邦为何能让韩信、张良、萧何这些绝世天才死心塌地追随？不是因为他颜值高，不是因为他人品好，而是因为他懂得分蛋糕。他能给韩信大将军的职位，能给张良万户侯的封赏，能和兄弟们共享天下的利益。而项羽呢，手握印信魔的棱角都圆了，也舍不得分给手下，有功不赏，有过必罚，最终众叛亲离，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。这就是懂不懂人性的差距，不懂利益捆绑，再厉害的人才也会离你而去。懂得利益共享，再平凡的人也会为你赴汤蹈火。拥有枭雄思维的人，从来不指望别人靠良心对自己忠诚。他们只相信两样东西：第一，我有足够的利益能喂饱你；第二，我有足够的手段能制约你。这就是恩威并施，这就是育人之道。只有恩没有威，别人会把你当冤大头，得寸进尺；只有威没有恩，别人会怕你，却不会服你，终有一天会揭竿而起。手段要狠，给钱要稳，学会做一个冷血的操盘手，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棋局。当你遭遇背叛时，不要歇斯底里地问为什么，不要泪流满面地哭诉我对你那么好，这些话毫无意义。你要做的是冷静下来，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手里的筹码还剩多少？我该如何及时止损？我该如何将这次背叛转化为我下一步的棋子？当你用这种思维方式看待问题，你会变得极度理性和冷静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对人性抱有幻想时，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。在你的世界里，再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，只有盟友与敌人，只有资源与障碍。你会懂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，规避一切可能出现的风险。这不是功利，而是成年人最基本的生存智慧。当然，枭雄思维的背后，从来都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孤独，这是成大事者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当你开始变得果决，开始建立边界，开始隐藏锋芒，开始用利益衡量关系时，你身边的人会说你变了，说你变得现实了，变得冷漠了，变得不近人情了。可你要知道，这份改变不是你的堕落，而是你的成长。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成群结队。真正的强者从来都不怕孤独，因为他们懂得孤独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你要学会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，学会在人群中戴上合适的面具，学会在低谷时默默积蓄力量，学会在高处时保持清醒头脑。鬼谷子说：潜谋于无形，常胜于不争。真正的枭雄思维从来都不是写在脸上的凶神恶煞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笃定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的定力，是看透世态炎凉后依然能在废墟之上重建山河的勇气，是藏起所有的锋芒，却在关键时刻一击必中的魄力。从今天起，别再做那个无底线忍让的老好人，别再用善良喂饱那些不懂感恩的人，把枭雄2字刻在你的骨头里。你要学会隐藏，学会等待，学会反击，要像雄鹰一样飞得高，看得远，平时收起利爪，一旦出手必一击必中。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相信眼泪，只相信实力。你的地位稳不稳，从来都不取决于你对人有多好，而取决于你手里握着多大的底牌，以及你敢不敢打出这张底牌。
天规无情，天道酬勤，更仇狠。这里的勤是勤于思考，勤于布局，勤于提升自己。这里的狠是狠心成长，狠心断舍离，狠心捍卫自己的利益。愿你既有金刚怒目的手段，守护自己和所爱之人，也有菩萨低眉的慈悲，善待世间的温暖与美好。但请你永远记住，这份慈悲的前提是你必须先站稳脚跟，先成为制定规则的人，而不是被规则吞噬的人。这就是鬼谷子留给后人的天规，也是成大事者秘而不宣的心法。当你读懂了这份枭雄思维，你便会发现，人生的棋局从来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心慈无底线，步步皆难行；果决有边界，步步皆生莲。从此不纠结，不软弱，不将就，以手段立根基，以实力定乾坤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最该有的生存姿态。